我哋今日兩部紐布靈之王同場較勁 Civic Type R FK8 同埋呢部 Megane RS Trophy R。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仲有 Facebook， 仲有 Instagram， 仲有我哋 Facebook 裏邊嘅等等 Drivers Club。當今車壇號稱最快嘅兩部前驅車，代號 FK8 嘅本田 Civic Type R 同埋雷諾 Megane RS 嘅 Trophy R 版本，喺賽道同埋公路嘅速度都毋庸置疑。但係一部真正有魅力嘅前驅 Hot Hatch， 除咗要夠快，擁有獨特嘅個性同埋感染力，亦係至關重要。可唔可以令到車手熱血沸騰，足以奠定佢將來喺汽車史入面嘅江湖地位？我覺得嘅 Megane 熱血啲嘅，難搞少少嘅。我啲難搞亦都係牽涉到佢有啲唔夠完美嘅地方嘅。不過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佢俾到我 G-Force 嗰種感覺係超強大嘅，都唔係好多車喺大帽山可以俾到咁強嘅 G-Force 個感覺嚟嘅。呢架係你兩個彎就覺得哇，點會咁㗎？咁犀利嘅。再加上呢副車嘅引擎個尾段先至係最強嘅，所以你揸上嚟係要磨一段時間嘅。呢代 Type R 咧其實都係勁嘅。其實你講速度，我覺得係不相伯仲嘅，不過佢呢一代係真係變得斯文咗少少，即係好多嘢可能係考慮到日日用嗰個條件啊，所以個軸距長咗，個尾擔又轉咗，係穩定咗嘅，成架車係 calm down 咗好多嘅。咁但係你話你要揸到佢出神入化都唔係咁容易嘅，反而 Megane 咧，你慢揸咧都要好似要花啲心機咁嘅感覺嘅。即係 Civic Type R 係好容易上手嘅一部車，即係淨係個 clutch 咁易控制已經好少見㗎啦。咁再加上佢一路都喺度扮緊 NA 嘅成個引擎嘅特性，所以佢唔會話有一刻係爆到你手忙腳亂嘅。但係佢都快嘅，其實佢都勁嘅，只不過佢喺大部分嘅時候都係表現得好冷靜。反而 Megane 咧，有啲時候佢有啲蠢嘅，但係佢醒晒或者癲起上嚟拍咗藥之後就係另外一種嘢嚟。而家係4氣缸 Turbo Engine 嘅時代，幾乎每一間有野心嘅車廠都會有一副高性能直四 Turbo 做鎮店之寶。雖然基本結構大同小異，但係喺技術、設計同埋調校幾方面，大家都有自己嘅見解同埋處理手法。用喺 Type R 同埋 Trophy R 身上面嘅引擎已經去到300匹水平，立於現時前驅汽車嘅頂峰。如果講兩副引擎呢， FK8 引擎真係靚啲，即係單純講兩架都係 Turbo， 但係呢架嘅 Turbo 嘅 tuning 呢，似乎係好刻意，即係喺我哋嘅文章都講過嘅，即係好刻意咁去追翻 NA 嗰種感覺嘅，唔係話 NA 引擎就大晒啊。不過嗰個扭力嘅 range 咧，呢一架係闊好多嘅，即係佢都有爆一剎那，但係咧你爆完之後咧有排用嗰種感覺好強烈嘅。調翻轉 Megane 呢一副 MR18， 始終個 CC 係細少少，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樣有關係啦。咁佢喺某啲時間咧，其實係個 torque 未上嚟嘅。咁你會覺得你平時揸嘅時候要好就佢嗰個 torque range 喺邊度？咁但係佢爆起上嚟係有種狂妄嘅感覺嘅。最後嗰2000轉之前咧，其實扭力都唔係算好平均嘅。雖然數字上係 OK 嘅，但係實際揸起上嚟唔係嘅。即係如果你個波段懶少少，唔用個一波，唔踩翻起去，
其實你有時覺得佢要啲時間踩起佢嘅。咁呢種你可以話係 Turbo 係咁噶啦，咁係 Turbo 係咁，但係 FK8 都係 Turbo 喎，佢能夠做到 range 咁闊喎，即係你平時慢揸係好輕鬆嘅，你快起上嚟，佢俾到你嗰個扭力帶係相當闊嘅，所以單純講引擎嘅工藝咧，我覺得個 FK8 係叻啲。如果講彎速咧，我覺得喺有幾個幾 critical 嘅彎，即係好容易推頭嗰幾個彎裏邊咧。呢部 Megane 係我感覺係快啲嘅，即係就算你已經見到已經有少少想推嘅感覺，佢係仲可以，你仲繼續篤油嘅。咁反而咧 FK8 咧就去到我啲位咧，你係有少少想縮嘅，你覺得應該縮先係正確嘅。但係呢架咧係有一種氣氛同有一種能力話到俾你聽，其實你仲可以踩嘅。不過咧佢都唔會話仲係好穩定嗰個狀態。佢都係會擠下，但係佢做到嘅。所以如果喺相同嗰幾個比較難處理嘅彎裏邊咧，Megane好似表現出嗰個信心係強啲嘅，令到揸車嗰個人都敢踩多啲嘅。喺2017年年初，FK8 Civic Type R 用7分43秒8完成紐布靈北環賽道，比當時嘅紀錄保持者 Volkswagen Golf GTI Club Sport S 快5.41秒，刷新咗前驅汽車嘅歷史。2年之後，雷諾將呢個數字再一次縮短 ，Megane RS Trophy R 做到7分40秒1，比 FK8 快咗3.7秒，搶走最快前驅車嘅寶座。我哋都好想知道呢個喺紐布靈少少嘅差距，嚟到大霧山到底仲存唔存在呢？大霧山個彎道組合係比較多嘅 ，FK8 咧有嗰種出奇嘅高嘅穩定性，兩架車個入彎嘅速度都可以好快嘅。Megane咧就因為個頭 brake 真係超晒班嘅，即係可以好似 brake 嘅，但係好似 brake 唔代表你入彎嘅速度一定快過佢，因為如果你用得個 brake 唔好，或者你唔係好熟，譬如更高深嘅技巧 trail braking 啊，類似嘅技巧咧，其實你會揸 Megane 咧係會更加可怕嗰種感覺，因為個頭 brake 太勁啦。反而 FK8 係好 balance 嘅個感覺。咁所以如果你識得點樣去 carry 個 speed 入每個彎咧，其實 FK8 每個彎做出嚟嘅速度係高嘅。咁但係呢架咧就要慢慢學點樣揸得佢盡，揸得佢好，點樣去 balance 翻頭 brake 就勁到咁，尾 brake 就好似好普通。如果真係去到咁精準，講緊1秒半秒，亦都講緊個駕駛人嘅技術係真係好高嘅，有機會架 Megane快少少。兩部都可以叫 hot hatch， 見到 Megane去咁嘅 configurations 咧，佢好明顯就係想做部 track car 嘅，係已經好接近你可以個禮拜拎去賽車場飛一轉嗰啲車嚟㗎啦。因為特別好似而家我哋身邊呢一部係落晒 Nürburgring 嘅 pack 嘅，即係啲入風口啊又加多咗啊，咁電池又係換咗超細嘅電池啊，嗰啲嘢，咁所以成個 package 係落得場㗎啦，基本上。Civic Type R 我相信佢做到嘅，但係反而Civic Type R 更加多照顧你平時用咯，你淨係睇佢加長嗰輪軸佢改咗 multi-link 後邊，其實成個坐嘅感覺比 FK2 已經舒服好多㗎啦。呢架唔使講啦，連尾凳都拆埋，即係根本就係貨你去鬥去賽車場跑。簡單啲講，佢就係想破紀錄咯，專登做個咁嘅車嚟咯。所以我就做得好少，但我就威威咯。不斷打破圈速紀錄，不斷增加馬力，前驅 hot hatch 嘅極限到底喺邊度呢？呢堆同速度性能相關嘅數字，就算可以更上一層樓，到頭來同德國車廠馬力更加大，動用高性能波箱同埋4驅系統嘅超級揭背車，有冇辦法喺速度上周旋呢？本田、雷諾甚至 Volkswagen 堅持挑戰前驅汽車嘅極限，除咗想爭一啖氣，背後或者有更深層次嘅意義。前驅 hot hatch 去到呢啲300、301，我哋而家覺得係極限嘅。調翻轉頭睇10幾年前
220匹頭碌都已經覺得係極限。咁會唔會10年後係400幾匹頭碌先至係極限？我真係唔知。而家見到300零匹嘅前驅車揸起上嚟，同而家我哋見到我啲300幾啊400匹嘅4驅 hot hatch 咧，係有少少唔同嘅。單純講個速度同嗰個 power， 當然人哋講緊400匹，因為有4驅嘅輔助，你都唔知將來可以去到500匹啊定550嘅。咁你個 power 出嚟咁大，就自不然係會快嘅。咁但係你如果真係揸種感覺，頭碌去到呢個級數300匹左右嘅，其實佢每次加速俾你嘅感覺都係哇起飛發射咁嘅感覺嘅，即係好強啊呢種感覺。4驅喺我啲 hot hatch 裏邊，為咗傳遞更多嘅力量，但係心裏邊成日都覺得可能有一半嘅原因係為咗安全，而嗰種安全係無聲無息之間幫你做咗好多嘢。哇，個彎又過咗好快啊，好勁啊！呢種感覺都過癮嘅，睇你想追求啲咩嘢咯。我覺得，即係如果你追求真係一種修練嘅，其實300零匹嘅頭碌車都有排練㗎。同樣300匹，譬如 A35啦。S3啦，Golf R 啦，我會覺得 Megane RS 係零零舍舍熱血啲嘅。佢個熱血係我個定義嚟嘅，即係佢比較難揸少少。A35、S3、Golf R， 你係容易啲刺激到你嘅腎上腺素嘅，因為佢好容易做到速度嘅。但係你揸好似呢部 Megane 呢部 Civic， 你需要思考或者用嘅嘢係多少少嘅，咁有啲人唔會覺得呢啲熱血噶嘛，但係我會覺得係嘅，因為我要用到佢嘅力量嘅時候，我要花啲精神、花啲心機去做啲嘢咯。今代 Civic Type R 啱啱推出咗 facelift 版，香港行貨嘅售價已經去到60萬。翻到去3年前，佢第一次嚟到香港嘅時候，我哋已經做咗詳細嘅測試。當日拍嘅試車影片，地點同樣喺大帽山，操刀嘅亦都係 Edmond。有興趣睇翻嘅朋友可以撳翻畫面右上角條 link 重溫。至於另一部 Megane RS Trophy R， 係由一位朋友將佢喺英國帶翻嚟香港嘅。單純講車價，呢部車可以話相當誇張。裝埋呢一套 Nürburgring Record Edition 喺英國嘅售價已經超過7萬英鎊，即係 FK8 喺英國嘅售價嘅差唔多一個得。Trophy R 同普通嘅 Trophy 版改動咗嘅地方主要有3個部分。第一就係減磅。Trophy R 嘅重量係1306 kg， 廠方講比 Trophy 版足足輕咗130 kg。呢個減幅喺車廠嘅輕量化嚟講，數字係10分多嘅。首先，頭冚用咗碳纖維聚合物，4隻名為 Fuji Light 嘅19寸輪圈都係輕咗嘅。當然唔少得仲有 option 嘅碳纖維輪圈啦。後續又放棄咗4輪轉向嘅功能，仲有 AK 鈦合金死氣喉。去到車廂，一眼就睇到後座係拆晒嘅，前座就用咗 Sobel 嘅輕量化賽車椅。除咗擋風玻璃之外，其餘個玻璃都係用晒薄玻璃嘅，連尾水撥都拆埋。第二就係關乎到操控，由 Trophy 版變做 Trophy R， 引擎上面係冇改動過嘅，因為廠方講今次嘅改動主要就係提升 Trophy R 嘅操控，令佢更加似一部賽車。例如頭轆嘅 camber 就改到-2.05， 比 Trophy 版係多咗1度嘅。換言之，頭轆係更加愛八字啦。車胎係 Bridgestone 特別為 Trophy R 定製嘅 S007， 所以胎壁上面會見到 RS 嘅字樣。後續非獨立嘅 H 型扭力桿又經過輕量化，頭剎車碟嘅直徑同 Trophy 版係一模一樣，355mm， 配4活塞卡鉗，但係每個活塞嘅直徑由 Trophy 版嘅40mm 增加到42mm。當然 option 係有碳陶瓷嘅剎車碟嘅，直徑就稍為大啲，390mm， 都係4活塞卡鉗，但係卡鉗嘅顏色就變成金色啦。唔可以唔提嘅就係 Trophy R 版係有特別設計嘅 Öhlins 吸震筒，可以調校車身離地距、吸震筒嘅壓縮同伸展度，有啲調校仲可以伸手就可以扭到添。最後就係空氣動力學，就咁睇個外形已經見到頭冚上面有個 NACA 入氣口，兩邊仲有排氣槽。車頭原本放日間行車燈嘅位置可以改成引擎入氣口，直接連到風格，仲有一個俾前剎車碟散熱嘅導風板。
前泵把有個特別設計嘅頭順，車底又改成好平坦嘅擾流板。當然仲有車尾嗰塊好巨型，好似 F1 嘅 Diffuser。呢部車喺英國嘅售價超過7萬磅，即係70萬港紙左右。如果真係計埋稅，佢喺香港嘅售價足以買到部波子嘅 GT4。如果你再市儈啲去諗，唔出牌，我甚至連一部二手嘅 TCR 賽車都買得到。假如我係往呢個方向去諗，架車係唔值嘅，因為你個選擇可以好多。但係我哋又要認真啲諗一諗，呢部車有冇意思先？限量500部，唔係話限量就可以賣到貴。世界上好多限量車係玩個馬力、輕度嘅改裝，玩個樣、玩個設備。呢一部嘅 Trophy R 限量500部，但係佢玩嘅係一種 race ready 嘅 concept。車裏邊嘅改動、機械嘅、空氣嘅、減磅嘅，全部都係為咗你可以由屋企揸入賽車場，賽車場再翻屋企，仲可以有不同嘅調校，等你慢慢有排玩。呢種嘅限量版反而係我哋好少見到。如果我哋用呢個角度去睇 Trophy R 算係限量得好有意思嘅一部車，可惜嘅係香港冇賽車場啫。